1月13号就要总统大选了，你知道3位候选人要怎么样解决少子化、居住正义以及行人地狱的问题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总统候选人的社会福利政策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选举要到了，你知道每个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吗？欢迎来到我们 Tinder 到你的总统，来听听总统的政见，看谁和你最速配。我们觉得选总统跟滑交友软体其实有点像哦，在不同的条件上，我们都会有一个比较偏好的标准，例如他的外表啦、兴趣、专长、职业、个性、价值观等等。虽然一个人通常不可能100%符合标准，但只要对方符合的地方越多，或是他在最重要的地方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那就很有可能配对成功。不过，滑交友软体跟选总统最大的不同点是，选对象的时候，如果你都不满意，还可以维持单身；可是选总统，就算你都不喜欢，不去投票或是投废票，最后还是会有一个总统被选出来，等于是被强迫配对。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让别人帮你选择，记得锁定我们的 Tinder 让你的总统，看看我们帮你整理的总统候选人政见，并且找到跟你价值观最接近的候选人。今年的 Tinder 让你的总统总共会有4集，每集呢我们都会选出一个主题，挑出几个面向，再分别介绍3位总统候选人们预计要怎么解决这些议题。最后我们会针对这些政策分享我们自己的观点。那今天的第1集呢，主题是社会福利及交通。交通很好懂，但社会福利是什么呢？通常我们选出一个政府会希望它可以保障每个国民的基本人权。当人民遭遇到生老病死或者紧急危难的时候，政府能够协助人民渡过难关。所以社会福利其实牵涉到很多的面向，政府要尽可能的让各年龄层、弱势族群获得基本的生命保障跟生活品质。那我们这集会聚焦在讨论度最高的少子化、居住正义以及行人地狱的交通议题，分别看看3位候选人的解方是什么。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吗？空气中的污染物不仅是一大过敏源跟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1级致癌物。想要呼吸清净空气，保护健康，那就不要错过 Love Max 0号材个人空气净化器。它不仅防泼水、低噪音、轻巧好携带，更设有专利3大工法，层层净化空气。首先以静电集成拦截飞沫、PM2.5 等等污染物，再用光触媒分解空污和异味，最后透过 UV-LEDs 破坏细菌病毒和过敏原结构。此外呢，它还具备即时侦测功能，可以根据空污浓度自动的调整运作模式，而且完全0号材，不用一直换滤网只要洗干净就能够继续使用。现在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前往赞助，不仅能够现省1800元，还会送专用提袋哦。台湾的生育率已经是全球倒数第1，为了要解决这个已经被称为是国安危机的少子化议题，3位候选人都提出了很多育儿相关的政策。首先是补助金额最吸睛的侯友宜他认为呢，少子化主要有2大问题，先是养不起，再来是没有时间顾。那针对养不起，他提出了100万金生政策第3胎家庭呢可以领取100万补助，用在换屋、买房头期或者是租屋上面。而再来呢是0到6岁国家养，6到12岁国家顾的政策，不止小孩上公托、公幼完全免费，私幼、私托呢每月还会补助1万元，上了公立国小还会提供完全免费的课后照顾班，让家长不用担心钱跟时间的问题。另外，为了让幼儿教育有更好的品质他也会建立教保服务人员的尊严劳动制度，提高资薪待遇，降低流动率。而再来呢是柯文哲他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提出怀孕3个月可领5万，生育1位新生儿补助10万元的政见。然后为了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柯文哲不只要加码托育津贴，还认为应该要把育儿家庭的育养津贴减税措施从5岁延长到12岁，并且增加托育机构以及临托服务。另外，他还提出了育儿家庭居住福利3选1的政策，针对买房租屋、社会住宅给予不同的优惠。比较特别的是，柯文哲认为少子化牵涉的层面很广，所以承诺会成立人口发展委员会，跨部会合并解决少子化、高龄化的问题。而最后是现金补助相对比较少的赖清德，他认为虽然目前政府有提供育儿补助但0到2岁的这个家长呢负担比较重，所以应该要提升托育补助，让不同时期的家长养育负担可以差不多。那在他宣布政策的10天之后，行政院就宣布要调升托育补助金额，跟赖清德提出的政见一致。
此外，赖清德认为目前托育设施有2大不足，首先是量能不够，再来呢是托育设备的营业时间跟现代父母亲的工时没有办法顺利衔接，所以他提出要扩大公共化及准公共化的托育量能，让家外送托率提升12%，达到国际水准，并推动公幼在寒暑假提供服务，同时延长平日托育时间，增设定点临托场所等等。此外，他也认为希望降低师生比保障幼教人员的薪资跟权益，提升台湾整体的托育品质。那看完了各候选人对于少子化提出的政策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居住正义的议题。这个议题我们会分成租不起跟买不起2个大项目来谈谈候选人的政见。针对租不起这个问题，3位候选人提出了解决方案，又可以再分成租屋社会住宅2大块。首先，在租屋的方面呢，3位候选人都认为政府应该要对房客采取补贴措施，像是赖清德他就提出，在目前总统蔡英文的租金补贴政策之下呢，继续扩大租金补贴范围，从目前申请的28万户增加到每年50万户。但柯文哲跟侯友宜认为，申请租金补贴的人这么少，就是因为很多人怕房东涨租金，根本不敢申请。所以应该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增加房客跟房东争取这个报税的诱因，像是提高租金的申报额度，把租金从一般列举改为特别扣除额。另外一方面呢，也增加房东报税的诱因，像是把租赁所得跟综合所得分开课税，这样子房东就不会因为担心急剧变高，缴的税变多而不愿意诚实报税，甚至宁愿空着也不租人。那因为租一直都是一个僧多粥少的房东市场，要怎么样扩充房源提供给租客，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只租不卖的社会住宅是3位候选人少数的共识，他们都承诺呢会持续的推动社会住宅，实际做法也提出像是容积奖励规划社福用地或是都市更新的做法。不过他们各自针对社会住宅要盖多少、怎么盖各有不同的看法。像是柯文哲就认为呢，社会住宅应该要 5% 才会对价格产生破坏作用，所以他认为呢，在 5% 的目标没有达成之前，政府应该要减少国有地的标售，避免带头炒地。如果以2022年底呢，全台湾共有907万住宅来换算，柯文哲至少要盖到45万户的社会住宅，才可以达到 5% 的目标。赖清德则认为，全台湾目前的租屋需求呢有80多万户，所以他要提供社会住宅跟包租代管呢共50万户，另外再加上租金补贴的50万户，目标100万户，照顾到全台湾的租屋族。而后也认为数量之外的品质也是重点，应该要结合大众交通路网来盖社宅，一方面让大家减少交通支出，另外一方面呢也不会因为都市没有土地而卡关。另外，他也提出了要鼓励民间投入社宅，像是企业劳工宅多元银发宅等等。那说完了租不起的问题呢，再来是买不起房的问题。针对买不起房的政见，我们又可以切分为买房补助、打炒房这2个方向来看。首先比较直观的，既然买不起，那政府呢就要想办法让大家买得起。在候选人当中呢，赖清德的补助对象最广。赖清德提出要扩大青安住宅贷款，贷款金额从800万提升到1000万，同时政府还会补贴1码的利息。而这个贷款名称呢，虽然叫做青年安心成家，但只要年满18岁，而且借款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都没有自有住宅，就可以申请。再来是侯友宜，他针对40岁以下的年轻首购族提出了555方案，享有1500万额度的全额贷，利息补贴 0.5%， 利息优惠5年。最后是柯文哲，他主打育儿家庭，也就是前面提过的居住福利3选1，如果选择买房，可以最高贷90%，政府还会吸收前3年的利息。接下来打炒房的措施当中呢，解决有钱人囤房的问题，也是3位候选人的共识。他们都提出要推动囤房税，但实际上要怎么做，有些细微的差别。第一个是柯文哲他认为应该要把囤房跟自住的人拉出对比，对囤房者立专法课重税，自住者呢是要降低这个税率，从目前的 1.2% 调到最低 0.6%。而赖清德也认为，针对囤房的人呢，应该用差额累进来课税，而且非自住的房屋也要从县市归户改成全国归户。换句话说，以前如果你有3间房子在台北，2间房子在新北，都可以用自住税率，但全国归户之后，只要全国超过3间就会被课囤房税。那侯友宜呢，虽然有表态支持推动囤房税、空屋税，但比较没有谈到细节的内容。他主要认为应该要重新检讨不动产交易所得税，确实呢让这个房子自然增值的收益归公有，分享给全民。那除了居住正义近年来呢，很多人关注台湾是行人地狱的议题，这位候选人又是怎么看呢？近年来，交通议题受到了很多社会大众的关注，而3位候选人也针对行人地狱的议题提出了他们的政见。
首先这3位候选人都支持要推动人本交通，也就是说，在马路上面行人应该要最大，也都承诺会重新检讨目前的道路规范，将车道人行道、庇护岛纳入规划，确保行人的安全。再来是3位候选人呢，也都不约而同提到要导入科技改善交通，不过具体要怎么做呢？3个人有不同的方向。柯文哲就认为我们应该要利用大数据提升竞争力，所以要建立全国一站通行的交通 App， 把数据共享呢推展这个跨单位、跨系统的联合城市。而赖清德的政策就比较针对容易塞车的瓶颈路段，导入大数据跟人工智慧分析空间及车流资讯，改善道路的体系，让城乡空间的发展可以更加的均衡。而至于侯友宜的部分，他比较看重交通安全，除了会把大数据跟科技用在管理人员跟大众交通工具的安全上，也会增加人车路空间的这个侦测跟感应措施。另外3位候选人呢，对于要让谁来参与交通政策，也有各自不同的重点。像柯文哲认为应该要召开公众参与的交通改革会议，每年公开说明交通安全改革成效以及未来执行计划，滚动式修正。而赖清德觉得呢，比起公众参与反而应该要纳入专业人才，成立交通设计分区辅导团，采用安全跟兼容角度改善全国主要交通节点。侯友宜呢，则提出应该要透过教育培养全民交通安全观念。另外呢，他还承诺要设立常态性的机车交通政策管理小组，检讨机车的安全道路政策。而最后还有管理驾驶人的部分柯文哲跟侯友宜都提到，应该要重新检讨取得驾照的门槛，并且改革考照制度，确保上路的驾驶都有一定的水准。但是赖清德没有特别提到相关的政策。那说完了政策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政策会诊，以及跟大家分享我们对于这些政策的看法。在这一次的育儿政策当中呢，3位候选人都往提高补助、强化托育服务的方向前进。差别在于说，到底是要把钱直接给家长，或者是用在托育服务还有设施上面。那么认为呢，给现金虽然能够引起讨论但可能不是最好的。根据过去的研究，加码发放现金其实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非常的有限，而且这些钱呢，是不是真的能够用在小孩身上也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对于柯文哲的一胎15万元以及侯友宜的100万金孙政策呢，会有些担心，会不会增加财政负担的同时，还没有办法解决少子化的问题。那相对来说，我们认为把政策重心放在降低育儿的机会成本上面，或许会是更合适的选择。因为除了没有钱，很多人不生小孩的原因，可能是会担心育儿会牺牲掉自己的职业发展。所以候选人们呢，都有提到要增加托育机构和临托服务，我们就觉得是蛮好的方向。不过，这也不是说只要冲高了托育机构的数量就好。我们前阵子在研究台湾幼儿园，就发现中央政府呢在执行政策的细节上面，其实也是有些问题的。但总而言之呢，在讨论政见的时候，我们觉得政策的可行性或是执行状况，可能也是需要被关注的。那在点评居住正义之前呢，我们先说明一下其实有很多的候选人提出的政见，目前都已经被实现了。像是赖清德针对买房而提出的新青恩贷款，行政院在8月1号就已经开始实施。而侯友宜跟柯文哲提出了提高租金申报额度，把租金改列特别扣除额的政见，也已经在12月19号由多位的蓝绿无党籍立委，还有时代力量党团、台湾民众党党团提出，并且3读通过。最后，关于3位候选人积极要推动的囤房税，也同样在12月19号，民进党靠着人数优势通过行政院提出的版本，预计呢在2024年的7月实施，内容基本上跟赖清德的政见一样。那因为这些政策呢都已经实施了，我们就不会纳入政见一起讨论。那话说回来，关于租屋呢，柯文哲跟侯友宜都有针对房东额外提出减税措施，想要改善租屋黑市的问题。但赖清德除了既有的包租代管333政策，也就是房东加入包租代管可以减税之外，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其他新的相关政策，我们觉得这有点可惜。因为根据赖清德提供的数字，目前领取租金补贴的人只有28万，但全台却有80万的租屋需求，落差非常的大。这表示政策面呢有些地方需要改进，可能不只给房客租金补贴，要怎么样让房东愿意缴税，或许也该纳入考量。因为如果租屋市场不够透明，那很多政策可能也根本推不动。而在买房补贴部分呢，虽然侯友宜的555方案非常有创意引起了很多年轻人讨论，认为在这里看到了买房的希望。但这个政策或许可以在短期内帮助年轻人成家，可是5年宽限期一过，每个月呢就要缴48000元的房贷，反而可能会拖垮经济能力有限的年轻人。
不过我们认为这个政策呢会积极讨论是因为它命中了很多人想买房却没有头期款的痛点。就算是批评这个政策的柯文哲，还是有针对育儿家庭提出类似概念的优惠措施，那就可以看出候选人们确实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最后在社会住宅跟囤房税的议题上面呢，虽然3位候选人执行细节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认为他们在增加社会住宅推动囤房税的大方向非常一致，每个人政见呢也都非常有特色，或许呢可以期待未来不管谁当选，至少在这2个议题上面比较有机会往前推进。而最后是关于台湾行人地狱的问题。我们频道其实做过蛮多次交通议题我们常常研究到最后，发现问题的解方都要回归到道路设计上。所以我们很认同呢3位候选人把道路设计列为重要的改革目标。同时我们也认同柯文哲跟侯友宜提出要检讨考照制度，因为管理驾驶人也是保障交通安全的重要一环。但我们认为侯友宜的行人天堂框架呢，比起其他2位候选人有点偏重在机车上面。虽然可以理解他想要帮机车族争取权益，但可能容易引起误解认为呢他在解决行人地狱的规划时，没有把大车也一起纳入考量进来。而最后在科技导入交通的地方呢，我们认为赖清德把人工智慧用在疏通塞车侯友宜把数据用在增加交通运具的安全性上面都是不错的方向。但柯文哲提出要做全国一站通行的交通 App， 因为这个数据呢可能会直接对应到个人反而会让我们有点担心隐私权的问题。但以上的这些政见点评呢，都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那很欢迎观众可以留言跟大家分享自己对于3位候选人政策有什么认同跟不认同的地方，一起来交流讨论看看在研究这一次社会福利政策之前呢，我们本来以为应该会看到很多大撒币政策，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除了撒钱，3位候选人其实也有提出蛮多的政策，聚焦在怎么样改革制度来减轻民众的负担。但我们其实是很认同这个趋势因为给现金，民众虽然可以直接受惠，但还是属于短期的做法。在目前已经有津贴跟补助的政策基础之下，比起花大钱继续加码，我们更重视候选人是怎么样厘清问题、检讨制度，双管齐下，才可以带来比较长期的效果。那在行人地狱的议题上面，3位候选人都同意人本交通的目标，也提出呢要全盘的道路改革。那我们一方面很期待，另外一方面也很担心。现在说的很好听未来能不能够真的被落实，还是要打个问号。因为我们觉得人本交通或者大部分的这个社福改革议题呢，最困难的其实都不是发现问题，而是改革的阻力很大。对于政府来说，受限于经费跟人力即使有心要改革，也很难让民众快速的看到成效。但对于民众来说，改革时呢造成的不方便却相对的明显很多。所以候选人除了提出政策，后续要怎么样跟大众沟通，说服利害关系人也非常重要。最后因为篇幅的关系呢，我们把社会福利及交通这个主题聚焦在大部分人会比较在意的育儿政策居住正义跟行人地狱这3项热门议题上。其实候选人的社会福利及交通政策呢，还有其他不同的面向，包含了妇女弱势族群、身心障碍，甚至是全台交通规划。建议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到候选人的竞选网站多多了解。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关于候选人政策呢，我们大多都是从候选人的竞选网站社群账号以及政见发表会上面取材。那在其他媒体上面的访问，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面面俱到，所以政策的整体呢可能会不够全面，也有可能会有漏讲的地方。我们非常欢迎熟悉的观众可以留言帮忙补充好的，在今天讨论的社会福利跟交通主题上面，哪个候选人提出的政策最接近你想要的方向，又是为什么呢？之后我们也预计还会再推出其他面向的政策整理，记得持续的锁定777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总统候选人的社福政策。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房价以及行人地狱。那么今天的777就是被告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